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中东现在是处于这几年来最黑暗的时刻，而且看起来呢，这个战火呢还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伊朗呢在今天呢是实施了真实承诺4的第27轮军事行动。好，那在本轮的行动中呢，伊朗方面呢是动用了无人机以及飞弹，对以色列本土核心目标以及部分的中东地区美军基地来实施打击。那么伊朗的海军部队呢，也通过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针对呢阿联酋阿布达比机场附近的美军集结基地，还有呢科威特的美军营地，以及以色列的雷达，都实施了非常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且伊朗还声称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在近期的打击行动中呢，已经共有7部构成地区防空预警网络的先进雷达都遭到了摧毁。甚至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说呢，伊朗在实施了多层次的进攻战略，一共进行了有600次的飞弹打击行动，还有2600次的无人机行动。而在这些行动中呢，有超过200个位于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关键设施的敏感目标都被精准打击，并且都遭到了摧毁。好，那么伊朗还声称说呢，现在呢已经虏获了非常多名的美国士兵。这个是伊朗最高国安会秘书，他说呢，据我收到的报告有几名美国士兵已经被掳了。但是美国人宣称他们在行动中阵亡尽管他们竭力的在掩饰，但是真相并不会被他们长期给掩盖。而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示弱，尤其呢，川普他最近是亲自的迎接了6名的美军遗体，他呢亲自是率领了副总统范斯等高官，在美国的空军基地来迎接在伊朗战场上殉职的这6位美军遗体，并且致上了最高的敬意。但是他同时也补充了说这场战争不论要打多久呢，都会继续进行，完全没有要退让的意思。而且呢，他还说呢，伊朗总统呢日前向邻国公开致歉仪式遭到痛击的伊朗呢向邻国道歉投降都是归功于他。他说，伊朗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完全归功美以持续不断的打击。好，但是这段话呢，伊朗是吞不下去了，马上回呛。他说这个伊朗打的不是友善的邻邦，而是锁定了美国基地与设施攻击。也就是说呢，我向邻国公开的致歉，跟你美国毫无关系啦。我现在还是继续在打你美国基地啦哈。那另外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个川普这一仗也把自己当初不打仗的政见呢是大大的打脸了，所以呢，现在国内呢也有很多的反战示威都出现了，像是美国的周末呢是再度出现了反战示威潮。来看到呢，美国的民间团体在全美都发起了反伊朗战争的示威活动。那么示威者呢，可以看到他们都高举着这个黄色的标语，反战标语，讽刺川普跟纳坦雅胡的图像集聚来高喊口号。而现在更离谱的是什么呢？传出贸然出兵现在白宫竟然都忙着在帮川普找理由。现在来看到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李威特说总统的首要任务呢是以美国人民还有国安为依归，这些优先事项高于其他任何议题。但是知情人士却说美国官员曾经在攻击伊朗之前就提醒川普说呢，恐怕会衍生非常难料的政治后果。强调说这个很难去判断攻势随着时间会如何发展。但是怎么样，川普还是决定要动手。于是川普的幕僚连日来呢，都忙着为这些攻击编造，还有推销这个迟来的理由。而且现在呢，民意也是不太挺川普的，就是在川普说他要永远打下去的时候呢，幕僚通通都建议说，你最好是在适当的时机见好就收，因为国内的民调是不支持战争的这会影响什么？影响其中选举还有共和党的未来耶。
但是川普有在听吗？没有，而且现在他还想要绕过国会来售给以色列2万枚炸弹，这个价值是6.5亿美元呢。好，那么民主党的众议员就说了，卢比欧动用了紧急权限规避国会审查，显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准备不足，这完全是川普政府自己造成的一个紧急状况。好，这场战争当然是川普最后可能会烧向自己，但是呢，伊朗持续用这种无人机来去攻击美军的基地，那美国又撑得下去吗？我们来请教介大使。对，像川普事实上这场战争它的启动看起来并不是做了周全的准备，可能就是见猎欣喜，突然看到穆萨德有一个情报显示，他们可以掌握住这个伊朗包括这个当时的最高领袖跟其他的党政军领袖的一个重要的集会，他们可以一锅把它端掉，所以我觉得他就立刻从这个谈判的轨道转到什么战争的轨道。因为可能川普的研判就是说，哎呀，我这次一次把我们这个领导48个人通通端掉以后伊朗会发生2个状况，一个就是说他政府就瘫痪掉了里面就开始争权夺利；第二个呢，这个伊朗的人民就开始揭竿而起，他认为伊朗的人民对这个当时这个教士政权已经忍无可忍了，因为当时去年12月开始，伊朗就发生各种地方的抗议活动。那所以他这个2个研判呢，可能是造成他临时从这个外交轨道转变到这个战争轨道的一个最主要的动机。因为川普事实上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怎么样，他的决策有的时候是怎么讲呢？是非常个人式的，非常投机的。然后呢，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事情的评估不是很完备之下，尤其像战争这种事他就贸然出手。所以造成今天川普当时预期的2件事都没有发生，一个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乱掉，他后来在3天之内他就成立了所谓临时的领导委员会，由这个3驾马车的方式来进入领导，那么接着就按照伊朗的宪法就要选出最高领导人，由这个专家会议88人的专家会议，虽然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出现，可是它有一套程序可循所以伊朗的统治所谓的领导的这个政府基本上是并没有乱，所以他第一个期望就落空了。第二个就是希望伊朗的老百姓像他自己所预想的这样子这个科梅内伊被杀掉了，被他斩首以后呢，伊朗老百姓就讲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个怎么讲呢？走上街头，然后呢，最后拿起装备把伊朗政权把它推翻。看起来这2件事都没发生。那2件事没有发生的话，必然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战争就必须要继续下去就这场战争也超过当时，我觉得当时以色列跟美国的这个预期。第一个，伊朗的韧性还不错；第二个呢，伊朗的导弹呢，事实上对于以色列还有对于美国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些美军基地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实质的这个伤害。这个可能是就是川普当时因为在太乐观的预期下没有算计下来，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呢，就变成所有的失误都是美国川普这一边的，然后他必须要面临他自己因为失误判断造成这个现状的一个这个让这个目前的状况要做一个重要抉择，你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宣告胜利就干脆撤兵偃骨息兵避免这个他这个战争带来的对川普政权以及美国政府跟一些政府跟以色列人民、美国人民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这个现在就变成就拖在那个地方。那本来这个西方的媒体在昨天跟前天一再报道说，伊朗看起来不行了，尤其以色列说他的攻势已经少了90%美国的媒体一片报道，哎呦，这个打不下去了。结果昨天晚上，哇，又大肆攻击，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伊朗现在公布，他说他有600次飞弹打击，对不对？然后呢，2600次无人机打击，这个东西跟事前我们得到的很多各方的情报，就是说，伊朗有2到3千枚导弹，然后呢，有8万架无人机。那如果说这个是属实的话，你看伊朗的战力大概现在是大概运用到多少？所以呢，看起来川普现在的挑战就是说，一则你准备长期抗战，一则你尽快把它收手。所以呢，
这个战争，我觉得就在未来1-2周以内哈，川普必须要做一个抉择。那如果不做抉择的话，我想他就没有办法让这场战争变成拖累他11月期中选举的最重要一个负面因素了。但是川普说他可以永远打下去，难道这是在嘴硬吗？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嘛。我们来请教张将军。因为伊朗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这个报复战，那报复战这个27、26、27波次，那这个地对地的飞弹也包括无人机，会对美国跟以色列的关通系统，还有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以及美国的大使馆，他现在列为这3个是这个伊朗所要攻击的战略目标。他把这关通系统打掉，那这样子整个的他们反导系统，还有这个防空的警戒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有些区域的征收范围会产生死角，因为没有雷达了。雷达要调拨蛮困难，你要把它架起来雷达，然后还做到保护网。换句话说，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反导系统出了问题了，才可以让伊朗的地对地的飞弹以及无人机对他们来大肆攻击，而且在关东系统从事破坏。那现在美国要面对的3大压力，第一个时间压力，本来讲4天，后来讲说可能要打到4个礼拜，那现在讲说又可能打到8个礼拜。那换句话说，美国当初战略判断错误，过于乐观，4天就可以把伊朗做解决了，人民揭竿而起，推翻神权政权就解决了。就现在没有，现在伊朗整个一致全部反美，现在伊朗里面的示威游行还有抗议没有了，反而是哀悼。那这样的话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这个力量集中，还有向心力开始产生了，一致对外。对，这样子的话就不对了。那这样的话，美国跟以色列就会陷入被伊朗的报复战或消耗战，甚至疲劳战都有可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要从亚洲地区调拨这个我们叫爱国者3反导系统，就知道美国这弹药上有所不够。毕竟伊朗打的是下士对上士，无人机便宜，但是爱国者3很贵，是无人机的100倍，而且一次要打3枚，那就300倍就换一个，那太不划算了。你300倍换一个，那以色列如果是打100个呢，那你要3万倍了。所以这样子，伊朗在这一方面，它的用兵比较有弹性，它毕竟是下士，无人机毕竟是便宜的。那另外一个，它有面对阵亡的压力，打仗一定有死伤。那现在死亡6个，那可能还有一些黑数，美国不能公布，就跟乌克兰战争，乌克兰不能公布真正死亡，乌克兰死了几十万但是泽连斯基一直讲，我们现在乌克兰打了这第5年了，只损失了55000人。那大家知道，怎么会55000人死了40万人，怎么会55000人呢？就是类似这个状况，有黑数，但是不能讲，一讲会动摇军心士气，都会。那这个阵亡的压力会随着时间跟战线的拉长会增加。那川普可能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因为这个他国内的这些反战的力量会慢慢产生，尤其是我们讲到他的国会，不管参议院或众议院的这些议员、国会代表，可能都会对川普产生压力。那这个就阵亡压力。对，这阵亡压力。那第3个，我认为他面对的国际的压力，因为这个波斯湾被局部封锁了，那伊朗它就有地利之便，那这样国际的压力会来。因为什么？你这样子的话，这个对，不管是 LNG 车，这个我们讲的液化天然气也好，或者是这个石油，你这样的话，大家会造成能源上涨，造成物价波动，也影响到通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影响。这个压力会回馈到美国，那不会回馈到以色列，不会，因为毕竟是美国是大国嘛。那这样的话会造成美国在这国际舆论的压力，会慢慢形成对美国这一方面的不利。那美国怎么样去收拾这个？我们讲的收手，把这事情把它这个不要有那么大的外溢的效果。我认为川普要考量到这个国际的压力会与日俱增。那现在来看呢，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判断过于乐观，尤其是川普的幕僚对伊朗的战力没有很仔细的去推估，而且是站在乐观上面去讲，应该讲哀兵必胜，就过度乐观而造成现在的战况的这个没办法掌握。不晓得是他的幕僚没有做好这个伊朗的这个兵力的这个调查，还是川普真的是太一意孤行了哈？因为现在幕僚也都劝他见好就收，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要收的意思。我们请教彬哥。现在看起来的情况就是美军高估了自己空袭的威力，
低估了伊朗的韧性，才会演变现在这样的一个尾大不掉的一个局面。因为虽然看得出来伊朗的攻势比刚开战的时候微弱很多，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停，他持续还在打，已经第27轮了。那这样打下去能够打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时间每拖长一天，对川普跟美国的威信，然后对整个世界的局势就会产生更多的变数。对川普来讲当然是不利，对他来说，他现在第一个这场战争到底要怎么解决？第二个就是那个荷姆兹海峡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开通？因为荷姆兹海峡如果不开通的话，这个经济上面的压力将来会压垮川普，所以川普必须要赶快去针对这个东西去解决。但是显然，川普现在还是在用他极限施压那一招，就是要打多久都可以，我可以永远无止境的打下去。然后甚至要把这个布希号这个航母也调过来，我用3个航母战斗群来压你。可是显然，伊朗现在已经没在怕。其实也不是说伊朗真的不怕，而是现在伊朗留存下来的领导阶层，大概也没有人敢讲他怕，因为哈米尼已经变成殉道者了。整个这一些，他们等于我觉得美国失策在哪里？第一个，你把伊朗的高层全部打掉之后，变成你没有可以谈判的对象。那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本来人民可能很多伊朗人民是讨厌这一群人、憎恨这些人的，结果你把他们憎恨对象全部打光了，他现在讨厌的人不见了，反而现在在他眼前的是制造他们灾难的、到处空袭的美国跟以色列，反而让他们激起了对美国跟以色列的仇恨。那这样子对美军显然是会处在一个不利的状态。那美国现在伤亡看起来轻微，可是随着战事逐渐拖长，美国的这个伤亡势必会增加。当伤亡越来越增加的时候，美国内部的反战声浪一定会越来越高涨。那这时候川普如何去面对？那你看他现在紧急调2万枚炸弹给以色列，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准备要继续打这样打下去，而且恐怕你看2万枚炸弹，显示他准备至少要打好几个月。那在这种状况下，那美军要陪着以色列在中东这边再玩几个月吗？这样玩下去，川普的其中选举还要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讲，他现在就是非常的挣扎，可是他又不能示弱，所以我相信川普现在正在研究怎么样体面的从这场战争抽身。但是问题来了，现在不是单纯他抽身就可以哦。以前他空袭伊朗的时候，炸完就说我获得胜利了，我就走了。可是现在伊朗是会反击的哦，你就算美军撤退了，如果荷姆兹海峡危机不解决，如果伊朗还是有事没事就给你丢几个无人机、丢几发飞弹，请问你怎么办？你只好继续打，对啊，你能不反击吗？对啊，所以现在就陷入一个两难，不是美国要停就可以停了。战争的主动权，伊朗昨天说战争主动权现在换到伊朗手上，其实在某一部分是对的，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麻烦。所以这场中东之火到底是烧掉了伊朗的政权，还是川普的第2任期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东的战火难道又外扩了吗？现在美国的大使馆是不是成为了轰炸的目标呢？来看到这个是挪威的大使馆，竟然是在这个附近传出了爆炸的巨响。好，那现在呢，奥斯陆警方呢也封锁调查，伤亡不明。虽然现在呢还不确定确切的这个爆炸原因，但是啊，这个当地的警方呢，都陆续的抵达现场啊，封锁周边的区域，赶快调查，因为现在的时机真的是非常的敏感。结果呢，美国驻挪威大使馆传出这样的剧烈爆炸声响，大家都不敢大意。好，那除了挪威之外呢，这个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就确实是遭到了袭击了。好，伊拉克证实呢，美国的驻伊拉克大使馆遭袭，这是位于巴格达绿区的美国使馆，它启动了反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防卫系统，但是呢，还是有火箭弹击中了使馆的直升机停机坪啊！现在美国大使馆呢都非常的危险呐，都可能会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而另外来看到呢，这个是科威特的 F-18呢，竟然是连续误击了美国的
F-15战斗机，这是不是有点太离奇了呢？好，来看这个画面哈，这个是战区6日的报道，有旁观者拍摄了最新的画面，显示呢一架科威特空军 F-18大黄蜂战机呢击落了3架美国空军的 F-15E攻击鹰战机耶。好，那么就有前大黄蜂的驾驶说了，你也可以只是瞄准并且发射响尾蛇，但那个时候雷达不会提供你任何资讯，所以呢可能会冒着射击失败风险的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 F-18的飞行员或许是意外发射了飞弹击中目标，但是怎么会连续3起都是误击到友军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呢是指挥系统出包了，或者是根本就不是友军，而是伊朗打下了，但是美国不敢承认，才说是友军误击吗？好，那现在的战争持续，美国川普是不是也杀红了眼呢？他竟然呢是说考虑要攻击伊朗未被列为目标的地区和人民哦。这个是川普的发文，他说伊朗将不再是中东的流氓，而是中东的输家，而且会持续10年。而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更威胁说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那些认为自己能活下去的伊朗人，他竟然是把这个战火枪口直接对准了伊朗的人民，好，所以呢，不只是对人民现在也去攻击一些民用设施，像是什么，像是海水淡化厂。好，伊朗的外交部长就说了，说美国去袭击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呢有30个村庄供水受到影响。那么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是危险的举动，这个严重的后果会美国开启了一个先例，不是伊朗开启的先例。那么，伊朗的红新月会也表示自美以发动袭击以来呢，伊朗全国各地呢有6668处的民用设施都遭到了攻击，这就包括了有医疗中心学校，甚至是红新月会的所属中心。好，那既然民用设施都攻击了，油库当然也是非炸不可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呢也是夜袭了这个伊朗的油库。好，这个遇袭的油库呢，可以看到画面爆出了这个巨大的火球城市上空窜出了一大片的红色烈焰，原本漆黑的夜空就瞬间照亮了。目击者形容呢，这是黑夜仿佛一下子就瞬间变成了白天。好，除了伊朗的油库被炸，以色列的飞弹呢也去击中了伊朗的飞弹也击中了以色列的炼油厂。好，这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发射的城堡破坏者，他也击中了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就是要回应稍早之前呢，美以对于德黑兰石油设施的攻击。好，那现在呢，各战争的持续，那各国现在也有对于这个人道的立场上面呢，也提供了伊朗一些的这些支援，像是印度他就证实了是基于人道的立场呢，所以也允许一艘伊朗的军舰来靠港。好，这个是印度的外长证实的，说他们是基于人道立场，所以允许其靠港。但是呢，也更多人呢是希望停止对伊朗的空袭，像是什么？像是呢，美国的驻伦敦大使馆就有数千名的抗议者呢，是来到了伦敦的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好，他们呢就是挥舞着标语，停止川普的战争，停止对伊朗战争，还有停止武装以色列，以及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呼吁美以停止对伊朗的空袭，甚至呢，在美军使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外面呢，也一样是爆发了这样子的反战抗议。好，但是我们知道之前呢，这个英国呢是有点不太想让川普使用他们基地，但是后来还是屈服了。但是现在川普呢是反过来傲娇了起来，说呢我们不需要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参与，他还说这个我们不需要那些在战争已经打赢之后才加入的人，他就是在骂英国首相施凯尔。但是现在战争有打赢吗？还在持续而现在因为战争不断的在打嘛，所以呢，美国也交不出爱国者，因为自己也要用嘛。瑞士呢就只好去改买欧洲系统，削减美国的 F-35战斗机的采购量。这代表什么呢？展现出了美国呢因为中东局势，所以他们的弹药库存告急了。好，既然弹药库存告急了，那么美国还能够打多久呢？这很明显的就跟委内瑞拉的攻击不太一样好，我们先来请教介大使。现在事实上的话，就是说，针对美国的这种可能的恐怖攻击包括美国驻外的使领馆，
还有就是说美国的在海外的这些美国人，甚至美国本土的这种相关的报道，还有相关的警告有点越来越多的。那当然就是说，这第一波就伊朗来讲的话，它是针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可是它同时也打了当时驻沙特的这个美国大使馆，跟这个好像是这个吉达的美国总领事馆，还有这个驻波湾地区的几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都受到攻击了。那这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可是这一次发生在这个挪威的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爆炸，这可能就不是伊朗政府的所为了。那如果说跟伊朗政府有关的话，可能是伊朗的这些他的附随组织在海外，或者是伊朗的这些情报机构，看起来又不像。那如果说不像的话，那这就很可能是怎么样？跟伊斯兰这个的信徒还有就是伊斯兰基本教义的这一些过去被列为有恐怖行为迹象的组织跟个人之所为。因为前一阵子这个西方媒体就谈在一个叫沉睡的细胞的问题。什么叫沉睡的细胞？其实就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基本上是被边缘化、反西方的一些个人跟团体。那这些都是在西方社会里面既有的。那他们很容易被激活，就是当他们的母国或者他们的伊斯兰教这个文明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可能走向激烈的行动。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很多媒体都在非常关注这些问题。那么会不会成为就是说恐怖主义在西方的社会，美国、欧洲死灰复燃，又重新采取行动照过去的案例来讲，可能性非常高，所以才会在这么多这些西方媒体都在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川普他是用明的方式跟伊朗在做各种方面的这个战斗，可是呢，这个就恐怖主义它是从另外一面，它是从阴暗的一面来讲的话，那就是防不胜防。那911事变就是美国在历史上这个受到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攻击。那我想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沉潜那么他们在技术上可能又有进一步的往前走。那这些都变成西方社会的一个隐忧，不只是美国，包括美国的这些盟友，尤其在欧洲国家，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担心啦。那现在就基本上就是说，美国现在川普的作为是怎么样？他要扩大对伊朗的攻击，也就是不限于军事设施跟军事基础设施，而对民用基础设施，甚至民间的这个目标也进行攻击，这样更会造成这个全面性的反美反西方的这一个情况。如果再发生很多这种违反人权、违反人道、对平民的这种不管是无意甚至是有意的这种攻击的话，造成大量伤亡的话，我想刚刚讲的这种恐怖主义的活动个人跟团体活动，我觉得会很快的在西方社会中让他们要证明他们的存在感了。川普现在甚至是威胁要去攻击平民这难道是代表说他已经没有其他的恐吓言论可以出来去吓伊朗了吗？我们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美国这样子跟伊朗之间已经可能走到报复战。因为美国首先打到伊朗的一个小学，那个女生死了小孩子小学生嘛，女的嘛，死了165个，这165口棺材摆起来就非常壮观。那这是杀平民，美国也没有降半旗，美国也没有说要赔偿。那这样的话呢，那伊朗你这样子对伊朗，那这个伊朗也对美国的大使馆，现在伊朗已经专注在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他现在这个样，但是问题是，有些飞弹会弹落荒郊被拦截之后掉在那个其他平民设施都有可能掉在其他的这个住宅区或者是学校、医院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美国也要对伊朗的，还有以色列也对伊朗的这些，包含医院、包含学校、包含他的这个寺庙这些场所，他也进行打击那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这样子违反战争罪你可以不能对手无寸铁的你这个没有目标打击。我们看那个乌克兰战争，回来看乌克兰战争，当初乌克兰这个只在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有滥杀到平民，后来乌克兰也开始滥杀这俄罗斯的军队跟战俘还有平民所以现在乌克兰现在也不敢讲打到最后他们两个国家俄乌，那现在美国跟伊朗或者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打到最后都没有界限，就变成报复战。
没有任何的，管你是学校，管你是医院，还是管你是那个我们讲军事基地，都打，变成这个状况，仇恨值会越来越多，那会可能外溢到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违反战争罪啊，也是违反国际法，还有国际公约、联合国公约都违反了，不可以打平民设施，他手无寸铁嘛，打医院，那里很多都是病人在里面啊，那医生、护士也在里面，你把他都打死了，那这个人家会怎么来看？所以美国会面对那3大压力：时间压力、阵亡的压力，还有一个我们讲国际舆论的压力会。原则上，因为美国在跟伊朗谈判当中就开始开轰了。你说谈判失败了，我们开始打，没有，还在谈判呢，还没结束了，已经开始对实施斩首战。本来是预定他本来3月1号凌晨在打嘛，后来2月28号早上9点半就开轰了，是这样，提早1天多，是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美国面对的压力会比较越来越高。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这个美国3架 F-15E 啊，就是这个打击鹰啊，被这个科威特空军击落。那我认为，我看那个影片呢，就是说这个响尾蛇弹出去的时候，打到了它的发动机，也打到了它的飞操系统。所以你看，它打到发动机，它整个冒火、冒烟、冒火；打到飞操系统，飞机开始打螺旋。为什么？因为飞操系统的液压力啊是200大气压，也就是3000 psi， 每平方英寸有3000磅的压力，就3000 psi。这个只要打到它的飞操系统，整个液压全部飙光，那你飞机就会失控。所以你看飞机在大螺旋往那地下掉，那人一定要弹出跳伞，因为飞机已经没办法操纵了嘛。那他们最大缺是说，美国住在这个科威特的，他没有成立一个美国跟科威特的共同空中作战管制中心，一定要先成立，然后大家联合空中任务提示。结果没有，科威特管科威特了，美国干美国的。那你这样子，那2个搞不清楚啊！你没有一个共同任务，共同的空域嘛？这算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吗？对，错误。因为美国住在科威特，99%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跟美国陆军，空军只有30个人是管后勤，他没有管空中作战指挥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造成空中误击事件。可能现在经过这误击事件，它有所改善，那有所调整，现在感觉到误击事件就没有了。这件事情真的是疑点重重啦，要打仗了，结果共同的指挥系统都没有。我们请教彬哥。挪威这个爆炸案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干，因为警方正在抓人。但就是一个爆裂物放在美国驻挪威大使馆这个门口。其实如果以这种状况来判断的话，这应该不是专业人士做的，看起来比较像是业余的。那这个就麻烦了，因为如果这个真的是业余的人做的话，那只是基于对美国的仇恨的话。那所有人都有可能会干这些事情。那以后美国大概全世界的这些美国的设施，他都要小心，可能就有这种基于义愤的人会突然之间出来动手。那你要怎么去防范这个东西？这会非常麻烦。那伊朗现在针对所有在中东的美国的设施进行全面性的攻打，那当然美国也只能去防范，所以美国的弹药会越来越缺。这也是他必须要紧急把这个第3个航母战斗群调来，而且需要增援的一个原因。那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能够守多久？那如果说你现在要把战争升级，变成针对平民的打击，老实讲，美国可不是俄罗斯或是伊朗。你如果进行这样的攻击的时候，恐怕你美国国内自己就会有很大的反弹声浪。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 Internet 网络时代。你只要一做了这样的攻击，这可不比越战时期啊！你马上这些相关，你屠杀这些妇女百姓。这些画面恐怕全部都立刻在网络上流传。那川普没有考虑到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吗？其实之前开战的时候，就像刚张将军讲的，他去击中那个女子小学，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反感。那如果你持续在攻击医院、学校，甚至一些根本跟军事不相干的平民设施，那个画面越来越多的时候，美国承受到的压力恐怕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川普自己要去仔细思考，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你越是攻击这些措施，反而会让伊朗人对他们政府的反感变淡，对你的仇恨加强。这是你要的吗？不要忘记了，伊朗不是一般的国家，它是神权统治国家，他们是最容易因为宗教产生狂热冲动的地方。那你对这一种国家，你实施这样的手段，恐怕不是把他们吓倒，反而是让他们激起更多的报复。我看美国大概要准备10年的弹药在这个地方玩这个游戏，你真的要这样玩下去吗？所以这场战争呢，很明显的，美国的压力呢，比起伊朗是比较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么假日愉快，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大家都还沉浸在中华队赢了韩国队的欢乐中。我们现在介绍今天加入我们国际国内大白话讨论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但是大家没有忘记哦，虽然看球赛好像欢欣鼓舞、很欢乐的样子，但战争仍然在进行当中，而且继续影响着全球。伊朗呢，这里启动真实承诺4的宣布，他宣布什么呢？没有那么弱，我们还要继续攻哦。我们动用了无人机跟飞弹，对以色列本土核心目标以及部分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也就是说，伊朗继续扬言要大力的反攻。那么，因为川普是直接告诉大家说，在受访的时候讲，这个伊朗根本就是个 loser， 就是个输家啦哦。伊朗总统就回应向邻国道歉这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的开战呢，无人机四处的导弹的攻击，几乎是在海湾国家通通被波及。他道歉是向这些无端被卷入的国家道歉，强调呢，已经下令武装部队不能在波湾邻国未发动攻击的情况之下动手。虽然这些攻击地点几乎都是美国大使馆或军事基地所在的地方，但川普就讲有要嘲讽伊朗在美国以色列的痛击之下才道歉呐，伊朗已经是中东的失败者了啦，没有用了啦。那斐泽斯基安继续火速回应说，伊朗打的这是总统伊朗打的不是友善的邻邦，而是锁定美国基地跟设施来攻击。当然，伊朗军方表示，所有对伊朗作战的美军基地全部都被打了，就代表说，在整个反击力道里，全部都是针对美军而来，那么履行了这个承诺，而对于美国入侵伊朗的所有基地进行打击。而五角大厦也承认的确，伊朗的无人机的破坏力超乎美方的预期想象。当然，美方要速战速决，这是川普的商人性格，但没有想到无人机的攻势的确是超出，像在美国政府官员在一次闭门会议简报上都认为，伊朗的这个目击者136型无人机战场上的破坏力超出五角大厦这次的预期，以至于这么多的海湾国家都受到了冲击，包括美国大使馆。而伊朗外长说，这个目前已经有30个村庄的供水是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攻击军事设施攻击了一所学校之外，还攻击了这个最基础的设施——用水、海水淡化厂。那么他批评，接下来严重的后果是对于一般人民的民生的需求，水都会出问题。而开启这样一个先例、非人道的攻击作为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他认为这是一种罪行。那么川普继续发文放话从今天开始，每天都是这样了。他就说，伊朗将会遭到非常沉重的打击，这包括什么呢？川普说要绕过国会，紧急军售以色列2万枚炸弹，让以色列帮他继续炸，价值6.5亿美元。不过当然，美国的国会也已经同意了，让川普这个比数是大概就是2党的比例同意了川普进行伊朗的这个战事。但国务院也发布正式声明 ，Rubio 他说情况很紧急，所以才会跳过国会审查。那军火出售，这一批军火包含了以色列方面要求的12000枚的这个各种的炸药之外，量体超过2万枚。那么美军加大部署的部分是哪里呢？传出来有第3艘航母，还有精英的伞兵部队已经要赶赴中东战场，会是史上首次有3艘美军核动力航母同时现身中东的画面。那透过画面最新的来自于这个中东的消息是，有4枚的火箭弹已经袭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大使馆这个画面的确其中是看到防空系统拦截了4枚，里面有3枚被拦截了，有1枚击中了目标，不过呢，并没有造成人员的大幅的伤亡。这对于美国来讲，看起来伊朗的攻势是还没有完全消停的，你还是得随时处在这个警戒的状态。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发动所谓的地面部队？川普曾经讲过，我随时就准备发动。现在他说我还在随时评估当中啦随时都可能动但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其中呢，在考虑攻击伊朗的时候，这个说法是准备要更强烈的行动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说没有特别以攻击地区人民，就是人民非军事地区的列入彻底毁灭的可能。但现在看起来，川普已经杀红眼了吗？已经考虑要把这些地方也列入必死无疑的考虑之列，这就是他扬言的沉痛打击吗？要杀平民吗？那么伊朗接班人是谁？先前传出来。
当时的哈米尼的次子，但现在他们还是要经过选举程序选出新的领袖。现在呢，伊朗的专家会议准备在24小时内要选出来新的领袖。川普是说，你们要选出一个跟我美国很要好的啊，跟我能够沟通的哈，不然就不谈了，要你全面的来投降。但对方这个所谓伊朗专家会议很强硬，继续官方的媒体都是这样报道的。选出来代表之后呢，不会去了解，不管你川普要什么，川普这种叫做干涉内政的行为，他们决定要站到底，到底有没有和谈的契机呢？委员，这个川普的嘴巴真的非常的臭啊，一点都不像世界盟主的美国的总统。他不但骂伊朗说是 loser， 而且当伊朗相对比较温和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对邻国道歉。因为现在伊朗在攻击在中东的美国的大使馆跟领事馆，所以难免会波及到这些邻近的国家。所以佩泽西奇扬是一个温和的人、理性的人，所以他向邻国道歉，这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可是川普竟然跑去酸这个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是因为被打趴了、打怕了、打急了、打烂了，所以才道歉。弄得佩泽西奇扬像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道歉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被川普酸，然后伊朗国内的军方又在骂他，然后人民在怀疑他是内鬼。你这不是倒霉吗？你不是把伊朗内部里面的温和派全部逼到绝境，然后让伊朗里面越激进的人，他越到最后可以出头，可以上台面来主导一切。所以刚才浅秋不是提到吗？伊朗的88个神学专家已经在今天在一个秘密地点已经偷偷开完会了，但是结果没有宣布。而这个结果据透露，外媒的透露，也就是原来比较温和的美媒报道很多的阿拉菲大概挂了。好，那另外那个司法总监也是比较温和的，也没有了。也就是教士集团的话语权完全被革命卫队给压下去了。那现在哈梅内伊的次子这个穆杰塔巴基本上得到了这一个托孤重臣这个拉里贾尼的支持，最后极可能成为伊朗的新的领袖。他扬言啊，还要为他的爸爸报仇啊，还要大反扑啊。所以这么样的结果会不会到最后形成了整个战争的范围扩大，甚至引发了恐怖攻击？而川普并不了解这样形势的发展，他现在还准备把布希号也派到中东的战区，那就等于3个航母打击群齐聚在伊朗附近的海域啊。更严重的是，他把82空降师也调到伊朗去了，也调到战区去了。你知道82空降师在美国叫做全美之师啊，他是美国第一个空降师，能够参加这一个空降师是一个荣誉的象征。而这个空降师，它基本上就是美国最精锐的快速反应部队。所以从这里看出来了，美国这一次为了打伊朗，它已经是精锐进出啊，3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82空降师，你对美国国力的消耗有多大？好，更严重的，你今天川普放任美军跟以色列到处轰炸，刚才浅秋提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个小学，165个小学生因此罹难。现在又炸了医院，又炸了社区活动中心，然后又炸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啊，连那一天伊朗有个护卫舰
到印度参加联合演习，不是为了打仗哦，没有错。演习完了以后，还要返航到伊朗，你竟然用核潜艇在印度洋哦，也不是战区哦，在印度洋把人家击沉，100多人丧失生命。你今天你川普这么搞法的话，你说伊朗的人民愤不愤慨？本来伊朗的人民有些还对伊朗哈梅内伊的政权是不满的哦，认为他的政权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但是现在几乎是同仇敌忾啊！每个人把美国视为什么？他们最大的仇敌。这样子发展下去，跟美国有接近的，如果有些国家或地区喜欢抱美国大腿的，到最后说不定都成为被恐攻的对象。尤其是什叶派比逊尼派更加激烈，教义更加的严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他们已经受辱了，都已经被骂成 loser 了。那我就告诉你，我不是 loser， 我是一个复仇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世界的大灾难了。小舰长，战争当然很残酷的，而川普现在扬言说，我随时可能发动地面部队，但是不得不才要做的。现在想要速战速决，而伊朗以目前的反击的这种力道来讲，您会觉得乐观吗？完全不乐观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川普每次讲的什么话，最后都无法兑现。简单来讲就是如此。那其实刚刚邱毅老师特别提到的有关于82空降师的部分啊。前几天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已经是整个在美国本土动员了。那他现在的位置在哪，我们不知道啊。那但是他很明显的，也就是已经地面部队已经在准备了。那这个准备呢，比川普讲的时间还要早。那当然啦，大家可能会觉得只有一张照片。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从后面往前看的，可是同时在同一个地点有另外一个人，他相距一段距离，他是从前面往后照的，也都谈到了同样的事情啊。不过美国虽然这样动员，其实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他虽然动员了这么精锐的一个空降师，但是我们想一想啊，大家觉得他不会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吗？这很难讲啊。我们大家看越南当初也不过派了第7骑兵师的摩尔营长的第1营，当初也不过就是去看一看那个战场，结果呢，美国就慢慢的越陷越深，而且我们从到现在为止，我们会不会觉得美国对于伊朗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伊朗其实没有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其实伊朗有了。那伊朗有，而且还有2种不同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第2种形式啊，而且它其实公布的时间更早啊，它其实是在2023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公布这种。不过大家觉得是笑话，但是被打到了就知道这个是实话。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它实际上有运用呢？那因为我们如果说看影片的话，你会看到一群弹头不断的向那个海法或者是特拉维夫攻击，可是会有1-2枚速度特别快从后面追越的，那个就是高超音速飞弹，而且它不会一直都用。为什么？因为那个造价非常的昂贵。那美国呢，我们等着看它的这个，无论是它的所有在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一些军事的一个设施，或者是它部署在伊朗的这一些无论是爱国者或者是萨德，其实都可能会要打完。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哦，其实爱国者一直都是跟萨德做一个匹配的。那也就是当萨德在150公里没有接住的时候，那就是那个由爱国者在下面接着，而且它会因为呢不同的你这一个阵地的属性呢，它会有不同的数量。那如果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例如说第3级跟第4级，一共就4级啊。如果是4级的话，那它要发射2枚的这一个萨德跟1枚的爱国者。那如果这样打的话，其实我们很快的就会看到这一个美国的，因为美军都是按照准则教范来打的，按照这样讲，很快的。数量用完了，那我们就看到的，以色列
或者是我们讲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都将被打得体无完肤。都要遭殃吗？大钟老师怎么看？虽然说现在伊朗表示希望把这个对象范围缩小嘛，所以他才要道歉啊，对其他海湾国家受到波及的表示道歉。但美方现在就是要他全面无条件的投降，才要停手，否则现在要加大，双方都在加大攻击的力道。对，很明显哈，川普目前是提高哈这个结束战争的门槛跟条件，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他讲的目标是军事上就打击这个核设施，还有弹道飞弹，还有伊朗的海军的力量哈，也包括共和卫队的这个海上的力量。但是随着战争持续往下走哈，那个川普的要价越高哈，就是什么叫做无条件的伊朗要投降，这是由美国来做定义。但是很明显哈，可以看到目前有几个局势是应该是川普所没有想象到的，或是一开始所不乐见，或是事与愿违的。我们还记得刚开始2月28号发动斩首行动的时候，其实非常成功。其实斩首有它的难度，但是呢，川普所预想到的2个状况并没有发生哈。第一个就是川普在228不是接受媒体访问，他特别讲，他说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之后，这是伊朗老百姓争取自由的最佳机会，所以他呼吁老百姓要揭竿而起。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征兆可以看到伊朗的民众风起云涌上街头啊，希望推翻所谓的神权政治，有全新的领导者，这个迹象没看到。那第二个迹象就是，当然川普希望说哈，这所谓的这个接班者或者暂时的权力的这个结构呢，能够不要采取对美国很激烈的反击，包括以色列。但从228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将近快30波的伊朗的反击。好，这些反击的对象其实有点是拖下水政策了，就是不只是打击这个以色列而已啊，周遭的哈，包括美国的盟友啦、重要的伙伴啦、军事的设施啦、民用的设施，通通包括在内。这就是意思是说，即便是哈米尼哈被击杀，但是哈米尼在生前下的这些指令，就是说，假设一旦伊朗被攻击，我们就会自动要反击这些地方，这些指令是照做的。所以这两个趋势是川普所不乐于看见的，所以战争应该会持续的进行下去。但现在有2个最重要的变数，就是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我觉得这是川普很慎重考量，因为时间是一个因素，还有美军可能的死伤还是一个重大因素。所以在这2个因素的判断之下，我认为川普即便是非常生气，因为事与愿违，但是要做出这重大决定，可能还要有待观察。继续来观察的是中国大陆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所谓的大国风范是什么？这一场王毅的记者会是在这次全国人大的4次会议里面接受媒体的采访提问所回答的。他所谓的大国风范，你看他所引用的句子当媒体问他说 CNN 记者在现场还用中文提问呢，问他说到底会不会穿习会如习会登场呢？接下来呢会对于伊朗战事的态度如何？他表示这是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场对各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他甚至呢，他暗批美国吗？拳头硬不等于到底硬吗？他引用西汉的过秦论来诠释这个意思他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义也，表示大国应该怎么样呢？有个风范在要守公道，行正道。美国有没有行公道正道呢？其实答案就在其中喽。当川普到访这件事情会不会如期在3月31号吗？4月1号登场吗？到底接下来川习会如何呢？这个提问让中方的回应是说，现在需要做的是双方为此要做出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环境，也就是管控所有的风险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他没有肯定说一定会来，也没有说不会，他不会来，但是要强调是要排除不必要的环境干扰美方要相向而行，是暗示美方什么？不要挑战中方底线吗？当然 CNN 还有美国的媒体也就有很多不同的诠释。当川普提这件事情，针对川普西方政客提出来所谓中美共治框架的时候呢，王毅是明确回应媒体的报道，他的提问，他回答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也就是说相对的尊重其他不管中等国家或任何其他的国家，这种所谓的大国风范正道
的行为，显然跟美国在做区隔哦。而伊朗呢，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当然在于荷姆斯海峡是最重要的。当荷姆斯海峡被封锁的时候呢，这非常有意思，是不断有不同的报道，针对它到底要封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真的只开放中国的船舰呢？美国学者就特别报道了，特别回应这件事情，分析认为，伊朗所谓有限度锁喉呢，反而对于中国做好准备的这个决定应对之下，其实几个月的油量啊、天然气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反而凸显了这各方在实力上的差异。而伊朗在波湾再攻美国的油轮哦，军方还呛赶来就等着把你打到海底去。这是荷姆斯海峡在武装部队，虽然美方川普强调他会派出护卫舰去护卫这些油轮，但伊朗军方的警告反而是对于美国的船只，你只要赶来，必然会沉入海底。当然，所有的是商船的话，一定想办法绕道而行，谁敢冒这个风险呢？所以，对于能源的冲击，一定是全球性持续会发生。而海湾国家甚至停产潮都来了，是担心被攻击，还有各种的危机的因素考量。例如科威特直接宣布要削减石油的产量来应对伊朗危机。那么同时呢，Bloomberg 也报道，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声明正在调整海上需求来满足储存的需求。摩根大通在分析整个经济局势，也特别讲出，目前油价面临不对称的风险。如果整个3月战争都还没有停的话，油价就要挑战2008年或者是2022年那样的历史高点，并非不可能。油价就是得涨，能源就是缺，而台湾的困境当然就在其中。而川普的所谓的抗中，到底又要去访问，那又要抗中吗？这一场会议今天召开，叫做美洲之盾。这个会议呢，特别召集了在美国的后院所谓西半球国家的安全倡议美洲之盾在佛州举行有12国中南美洲的国家的元首共同参与。这个分析里面特别强调要影响中国不要多年来在这里的生根的影响力需要得到抗衡但大家观察参加的名单里头，委内瑞拉刚刚被支持上台的总统没有出席，当然墨西哥、巴西2大经济体也不在出席的名单里头。委员，我先讲荷姆斯海峡的封锁。荷姆斯海峡被封锁，最大的压力不在于岸基火力，也不在于武装快艇，也不在于自杀性的无人机，重点在于伊朗现在已经在荷姆斯海峡的入出口，它已经部署了2200枚的水雷问题在水雷，美国有能力在短时间排除吗？美军本来有4艘专业的扫雷舰，但是在前年都已经正式退役了。现在从新加坡调了滨海战斗舰，要他们去扫雷。滨海战斗舰扫雷不是他主业他扫雷效率很低而且你要扫雷，你岸上有火力在攻击你，海面上面有武装快艇跟无人机在攻击你，你的扫雷效率怎么可能高呢？所以川普说美军可以护航，美军可以保证荷姆斯海峡可以通，伊朗封锁不住。我兄弟蔡正元兄还建议说，美军应该要占领这个荷姆斯海峡，现在来不及啦，他已经把水雷都布了，2200枚的水雷都布了，你占领有什么用？水雷还是在过不了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冲击？今天的布兰特石油的价格，国际油价已经涨到每桶92块多了，多可怕前几天我们谈的时候才70块现在92块啦，美元马上要涨破100块美元，甚至迈向150块美元、200块美元。不是只有石油、天然气，从中东地区透过波斯湾、荷姆斯海峡出来的，还有尿素你去问问台肥公司怕不怕？尿素都缺货啦，
料素缺货，你的化肥就出不来了，马上有粮食危机。还有中东过来的有石灰石，有白云石，你去问问高雄的长荣不锈钢厂，他怕不怕？他紧张的不得了啊！你没了石灰石，没了白云石，你的不锈钢就生产不出来了。好，那中钢怕不怕？中钢也怕。你会影响到的行业，化工、钢铁、半导体、科技、农业、化肥，不是只有石油、天然气呀，它的影响的范围太大了，那是世界性的经济大灾难。王毅已经明白的在大陆的全国人大里面明白的讲，这是一个非仁义之战，讲得很明确啊。可是王毅的意思我听出来了，还是准备3月31号以国事访问邀请川普到北京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习川会不会到最后不会跳票，不会流产，他一定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是因为美国的筹码没有了，原来关税的筹码不见了，现在又打了一个非仁义之战。你认为习近平对川普的态度不会比较强硬吗？当你美国川普已经没有了筹码之后，中国态度一定转趋强硬吧？好歹要强硬给世界各国看嘛，你们还有个依靠，这个依靠就是中国。而在这样的一种川习会里面，会不会谈台湾的问题？当然会啊！你川普现在不断的也从亚太地区再调爱国者导弹、托式飞弹，准备都要调到中东的战区去了。这都是台湾本来要买的那个军购清单里面的项目还有 MQ9 的死神无人机现在也都在往中东战区调啊。那台湾整个军购还要不要再谈？下礼拜一开议要不要再谈？现在没有谈的必要了，因为变数又出来了，很可能里面的军购清单里面很多都买不到了，即使付了钱，美国也100%不会交货的。好像看起来也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官员都去忙着看球赛、打比赛比较重要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很多开车的朋友担心油价涨，已经先去加油了哦。但是在国际油价上的确不断的攀升，荷姆斯海峡仍然是危机四伏。刚刚邱毅老师特别讲到，霍姆兹海峡就是部署水雷的问题，然后现在美国准备派这个滨海战斗舰去猎雷啊，可是猎雷这个问题啊，也就是它的舰艇要保持不动，然后它才能用它的水下装备去探雷，然后接下来去处理水雷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很容易被攻击。这个时候，我们在讲到霍姆兹海峡现在的困境，以及明天准备要涨的油价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当初的非核家园是不是非常的是一种也就是讲到说它自残的行径吧？其实是啊。自废武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台湾啊，不是讲的，还不是别的地方。我们看液化天然气，我们从卡达进了30.3%。那如果我们从澳大利亚，大家说澳大利亚更多啊，38.2%，可是我们抢得过日本？抢得过韩国吗？那我们棒球打得赢，但是我们这个天然气不一定抢得赢啊。可是原油更是重要的问题啊。原油看看我们从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联合大公国以及卡达，这一共进口了78.4%啊。那如果进口这么多的话，那现在没有油了，我们怎么办？而且美国现在又说他们要帮这一些邮轮护航，不要吹牛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福特号已经进入红海了。那它进入红海之后，它会遇到
这个胡塞组织怎么样伺候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现在美军的舰队出现在霍姆兹，我们想一想之前所谓的这一个胡塞组织，它背后的大哥是谁？就是伊朗啊！伊朗绝对指导他各种的战术。当年在红海，美军的检讨的结果，也就是他们要装海公洋。为什么？因为被打得胡说八道啊！虽然没有命中啊，那但是呢，飞弹或我们现在不知道那是什么，是飞弹还是无人机，距离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只剩1670公尺啊！那所以后来美军说要装这个海公洋，另外他们说要装这个高功率微波。那它这个微波还是从这个方阵击破武器系统改装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我们再回头看一下Foreign Affairs 在在2年多前他就讲到了，美国根本就没有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战争，也就是未来的战争，大家都认为这个无人机都是那种小型无人机，但是我们这次看到了见证者136，大家觉得见证者136根本就不是个样子，那你美国干嘛要仿造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美国没准备好，当美国的盟友是那个非常危险的，而且致命的。这句话其实是那个美国的前国务卿告诉我们的。也的确看到川普的气急败坏，更证明现在战事的发展的确不如他所预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伊朗的战事看起来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但中方的态度您怎么看？对，我觉得王毅在这人大这个记者会里面的讲话是有备而来的因为记者一定会问他，包括俄罗斯，包括这个伊朗的事件攻击，还有中美关系，尤其是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川习会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记者问到说美中共治的议题，你看王毅的讲法是非常的保守跟审慎的，因为老实说这个美中共治不是现在才提的，最早2008、2009就有提。那即便是现在中国大陆是综合国力快速崛起，跟美国有重大的一个消长，但是中国大陆有它的外交的基本的逻辑了，它有它的讲法，就是它绝对不会承认所谓的这个 G2 或 C2， 意思是说我既然是反对霸权，我一定是反对大国的自相授受。